凤姐今天来的嘉宾跟平常的不太一样，没错，因为在他身上没有误打误撞，没有阴差阳错，只有拼尽了全力，挤破头都要进入这个行业。所以在他身上，我们可以印证了什么叫做肥。他进来了，肥丑，他到了。全听你说。你好，哎呀，我刚不是在讲你，我是在讲以前的你。以前的我这样，你没听到啊？没听到啊？没有，没关系，你看节目就知道。热是吧？热啊！他带什么东西来？啊，带了一礼物啊些，不算是礼物，应该是小时候的回忆。很有心，很有心。既然他这样子大包小包扛来，我们开门见山就要给你吃。你不要看，我帮你开好了。哎呀，你的经理人大家特地有跟我们讲说你最爱吃的东西，你猜是什么？牛肉、鸡肉，你真的懂制作组来。哇，好吃。我听说这个人不爱吃水果，而且经过水果摊都会绕道而行。你看人家吃水果，你会觉得特别恶心。你也是水果，来开啊！你开就要吃哦。你是水果，水果，水果对吗？对对吧？水果。为什么你这么怕水果？水果很好吃哎，你看。我知道水果很好，很健康，可是小时候我印象中我有吃过，像是蜜瓜、西瓜、苹果这些。可是我妈说我有一次就吃到吐，然后过后呢我就不爱吃。然后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水果它是很 raw， 还有看过有些水果里面有虫啊这些。如果是说苹果派还是那个夏威夷披萨，不是有那个黄梨嘛？啊，还是凤梨酥煮过的，还是烤过的，我就 OK。哦，那就 OK。可是我听说你拍戏的时候还不小心，因为导演不知道。哦，那是新人，不是新人吗？灵演而已，灵演，他做过灵演，大家跟你们谈。所以更惨，就是都不敢出声，然后怎么样嘞？灵演要碰到吃水果，就是是什么皮笑肉不笑这样吞下去啊。说什么？西瓜，可是他们没有剪进去。OK， 好，放过你。来，我们来上一点罗密欧喜欢吃的。我看你刚刚走的满头大汗呢。对呀。吃一点，吃一点。哦，这个好吃。哎，那个肉片是好吃的。那你的名字是哪里来的？我的名字是我爸爸给的，原因也是因为我哥哥是 Robin 所以你们姓什么？陈。陈，单姓。那直接给你一个英文名字，我只想到名字要开始有罗开始啦。为什么？就刚好以前可能习惯，大家兄弟姐妹都是有可能同个字开始。所以你哥哥一定叫 Robin Robin， 他叫 Robin 欸。OK。然后我叫 Romeo， 我弟弟叫 Roel， 罗宾、罗密欧、罗伟。为什么我是罗密欧？他就说，他取这个名字的时候，他也没有去想到华文是怎么写的，他只是以英文开始嘛。所以你现在是有英文名，陈以前我的 IC 只有英文名哎，Dan Romeo 呀，Dan Romeo。哈。然后到小二、小三吧，华文老师说你的华文名怎么写？我讲我不知道。他说你回家问你爸妈。那我就回家问我爸妈讲，你就像大哥一样直接翻过来啊，翻译过来 ，Robin 罗宾 ，Romeo 罗密欧。我说4个字那就4个字哦，陈罗密欧。很多人以为我参加采花就以为是艺名啊，有人就不要脸的参赛者叫罗密欧。OK， 大家知道罗密欧从以前就是一个非常没有信心的一个大胖子。这个胖是没有办法，听说你是家族遗传。对啊。所以你爸你妈是胖子。那个我带一些 family photo。我们来看一下，就是罗密欧几岁的时候就是一个大胖巨型胖子。应该是小学吧。多高？我记得我只记得印象中最重的时候应该是92公斤，然后高度可能1.7多吧，小学时。1.7多92 OK 了，男孩子说真的，就壮，不至于到胖哦。你现在几公斤？75。你现在几公分？182。那真的是很努力。看一下你的家族遗传的照片。我没有去整理嘞。
这我大哥，这是我，我弟弟。哦，你大哥也是属于胖胖俱乐部哦。对，哎，然后我大哥就是胖胖的，然后这也是我。你很瘦啊，那个时候。对啊，那时候瘦啊。我比较胖的是在中学的时候啦。这是我跟我的好朋友。你是那个巨人吗？啊，对对对，我们一起减肥的，其实。他这么小，你就拖着他减肥？我们是要年龄的啊，然后他只是个子没有比我高，然后他的肚子又比我大，所以我们两个是在学校，他们叫我们。你好可怜，你没朋友，到去找小朋友。我觉得我心机很重，我就要跟一个可能个子没有那么高的朋友在一起，所以显得我更大。哎呦，需要你们同班同？真的，我们两个都是85年出生的，然后是从中一到一样的理工学院。你在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发育了？我记得我小3开始个子算高，所以这个是已经92公斤了吗？有92公斤了。OK， 稍微福气的微胖，但是真的不是大胖子。如果我们现在要以身材论的话，我们不可以这样讲人家。可是，在以前那个年代，你一定很苦。很苦啊，然后你又叫做罗密欧，又长得这样子，你觉得我多开心？对吧？对啊，有些每次在上课的时候，大家来自我介绍一下。哇，跟你讲，我真的讲，整个头哦，就是往那个桌子底下这样钻的，因为我真的不想站起来介绍自己。你一叫人家就会讲什么？罗密欧。我通常因为我个子比较高，所以他们都会把我放在最后一排，然后我都是那个最后一个，然后介绍的，所以我就会慢慢站起来，然后我就大家好，我叫陈。老师是什么？陈罗密欧，罗密欧。哎，好，我的视线就是全班嘛，全部同学的背影，你会看到每个人全部一起在抖，因为大家都在笑，憋着笑。这个回去可以跟爸爸讲，反映一下。反映过啦。然后觉得怎么样？他就这样而已。你可以有没有想过说自己在中学改个 nickname？哦，我在中2的时候，我很想改名啊，可是我不知道改什么名啊。然后我的没有，我的阿姨说要有一个罗字的，你就叫罗健 ，Rocket 蛋。你爸爸为什么？真的，这是我阿姨讲的。然后 Rocket 蛋我听了，不要。你可以叫罗斯啊。哦萝莉，三萝莉。哎，这个真的是名字会影响孩子的一个智力跟心智的发展。会。然后你胖的时候遭遇过什么特别天大的灾难？灾难啊，其实我觉得我长大的整个过程，因为我胖，然后自信就会比较低一点，也常常会被人家取笑捉弄，然后甚至其实有时候会感觉被霸凌这样子。怎么样霸凌？我觉得这个很严重。我曾经有被那种 liquid paper 吗 ？liquid paper， 他们就是喜欢挤在椅子上，然后你坐下去的时候，你的整个裤子都会有那个白白的 liquid paper 的印。他们喜欢玩这种，要不然就远远拿那个 rubber band 这样射你。有一次我真的是很怕又很气，可是我又不敢说，是我被了一个学生就是推倒在地啊，我就骑着脚车嘛，我从脚车上就跌下来，然后他就用他的脚踩了龙沟的水，然后就往我的脚大腿这样抹过那个龙沟水。这个事情其实我没有跟我父母说，也你怎么处理了最后？静哦，他走了过后我就回家。你被人家欺负，你不哭不反抗，或者是当下那种感觉，为什么你这样对我？我是怕他接下来不知道会有什么举动。当然，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只是没有那个胆吧。有人会帮你吗？也没有什么朋友帮我啊。你是孤独的啊？算是，因为我记得我学校 recess 的时候啊，我通常都是一个人，然后我不觉得是个问题啊。哇，我真的不懂。可是在班上还是有朋友，当然有朋友。我不懂那个时候你是怎么过。现在这个社会，这些小孩子比较弱一点，他们就可能过不了。那老师呢？老师有没有嘲笑你的？就是长辈。我老师曾经说过啊，从来没有看过这么胖的罗密欧，他有这么讲过。全班。对，在班上。你能够什么反应呢？班上有人笑啊，是真的很不对。现在想回去，真的很不对耶。你怎么这么晚才开窍？没有啦，就是都过了这么多年了。OK， 那你听说还在电梯里面被人家抓到，因为胖子。对啊，那个真的是我们玩那种 block 台庆啊，
在电梯里面。就是你会搭电梯的吗？要跑过几楼这样子，开始乱跑，然后那个警察抓贼这样子。刚开始嘛 ，OK， 那个可能警察会讲说，我数到20啊，你们快点跑啊，然后我们就去挤进电梯里面，快点，按10楼，按10楼。不懂干嘛？大家可能也很超重啊，电梯就坏了，就卡。然后那个维修人员好不容易把门开了，第一个想最胖的人嘛是我，这么胖来跳。那你怎么办呢？ As usual， 我就是静静啊，你好能屈能伸呢。我觉得你在很多场的历劫之后啊，你都可以算是蛮淡定。然后我不懂为什么他一直没有刺到你内心，他刺到你，可是中不了你内心。我不懂是你皮够厚，还是你的 EQ 很高？我是觉得可能有被刺过，然后可能自己有伤心一下子，然后很快又过了。可能去个快餐买个冰淇淋还是什么，还是回家打个 game 哦，就很开心。你还吃啊？那是我吃，我真的不管。你那时候不会觉得说再继续吃东西的人像你讲，哎，你吃了2次 ice cream， 你会觉得好难过，吃东西都有罪。我开心就好。OK， 我觉得你可能本性就是蛮善良、蛮看得开的一个孩子，本性在那里。我觉得有点看得开。因为我知道你之后的道路，其实你还没有看到人生的尽头，因为你后来还想要去追星。小时候你是不是？我小时候胖的时候还想当演员呢。你还想当演员？对啊，小时候以前有那个什么儿童演艺训练班，类似这样的课程。啊，这其实很肥了。妈，我去参加。妈妈讲啊，好啦，下个礼拜带你去。然后每个礼拜，一个礼拜过了，他一直跟我说下个礼拜，就这样过了1年了。为什么你妈不带你去呢？他觉得小孩子可能，哎呀，就是3分钟热度，随便讲了，我也敷衍你一下子啊，可能你过一阵子你就忘了。然后就果然我就过了好几个月，我也没有去问了。当不了演员，你就去追演员。追星，我觉得也是那个阶段的小孩都会经历过的一些东西吧。可能有些人不喜欢追星，可是有一群小孩子他们是喜欢追星的。为什么呢？你那个心态是什么？可能我觉得很多都是跟小时候的习惯有关吧。小时候常常看电视，所以你就会开始会注意到这些演员，还是大家在班上说，哎，那个某某某，我好喜欢他，然后大家就会开始一起讨论，然后就开始，哎，我有他的签名照。以前那个时候啊，有很多店都有卖这些签名照。1张可能3毛到5毛。谁跟你去追星？我去追星的朋友不是我班上的朋友，而是新传媒的 Radio Gate， 然后就和坐在 Radio Gate 外面的那一群朋友交朋友。所以 Radio Gate 搬的时候，你应该很怀念那个板凳跟那个小的。哎，是哎，尤其是那个小的。那是你梦想奇葩的地方。真的，其实这个，你看这追星的东西，其实我也听入行到现在，我也没有跟人家说过。有没有在 Radio Gate 等到的？有，我等到王天才。哎呀，这个追星的真的是。哇，这本哦，真的是以前去那种 bookstore 买的。有，我以前有这个 album， 2张的对吗？你还看，我还自己写。我的天哪，太可爱，好专业哦！这个真的是 so sweet 嘞。都破了，你看，其实要不是这个节目，我也不会挖出来。哦，这是在 Radio 给我拍的。哇，好疯狂！你看王天才当年，你看，真的是旁边全部都是抢着要签名的，而且以前都没有修图的哦。没有，都是那种底片啊，你不知道你拍到什么，然后就是那整卷拿去洗了过后出来才哇拍到这样乱。你就这样在那边这样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按这样子。哇，徐美珍好美，真的是徐美珍哎。那些很美是我买的。因为我不可能拍到这么好看的，不可能你找到徐美珍、方文芳躺在一个皮勒这样子给你拍照，对啊，不可能的嘛。我就觉得这些好美啊！哇，这些都是当年真的是红极一时的。我的天哪，你真的是用心了，你真的是用心了。其实我都没有给徐美珍、方文芳他们看这些。你以前没有跟他们合照过吗？没有时间的。你到了 Radio Gate， 你看那群人很像那个 zombie 这样冲过去，啊，砰，然后你可以拍到1、2张很幸运了，你还要给他们签名呢，然后你还要合照，不可能。是你这边手上还有什么？以前我不懂，以前 TCI 出很多 CD album 来，害我花了很多钱。哇，这些人真的很红哎。范文芳、郭书贤，哇，这头发你看。
还有这个哇，很喜欢《神雕侠侣》这个真的很好。阿姐哇，够大。这个哦，哎，我要找回我那个朋友了。他那其实很喜欢郑慧云，他说，哎，我跟你借他的 CD album一借了，就很多年没有还了，然后也失去联络了，所以我在这里一个空壳。OK， 这些都是你的战利品，但是我觉得真的很难得，因为你真的是有人生有反转啦，从以前的这些影迷啦，然后到灵演，到今时今日已经换了一个方向，然后变成一个艺人，在这过程当中，我想要知道是这么平步青云吗？刚刚我们跟壮哥讲，你是一心一意挤破了头就想要进这圈子的人，但是有挤破了头吗？我觉得跟我一样啦，我也是很老实的，我是耍尽心机要进演艺圈。我觉得以前的梦想呢，就是想说要当演员，小时候的梦想，对吗？然后这个整个梦想呢都忘了过后，我就过我的小胖子的生活。然后就是因为有一年被我体育老师就是被他气到，他说我不会 pass 我的 IPPT NAPFA test。为什么你会在那个时候被体育老师这样讲？你以前被老师、朋友、路人受尽了委屈跟凌辱，你还是去忘记去说要做胖子？谢谢我这个可爱的朋友啊。他明明就是你学生。没有，我们两个是同龄的。然后老师就说你们两个不会及格的。然后我们两个就说，走，我们这一次跑快一点，然后跑到一个passing mark 给老师看。然后我们两个真的是哇，那都感觉好像后面有苏拿咪在追这样，哇跑啊跑，终于跑到一个 passing mark， 然后给老师看，老师有点目瞪口呆那时候。所以从那个开始，我们两个是一起减肥的，花了3年，我们两个在一起瘦下来。第一次得到一种被鼓励、被人家另眼相待的感觉，这是人生当中的第一次吗？对，是哎，是真的是第一次。我觉得我是个很慢热，然后也是学习东西比较慢的一个人，所以我很多东西都是后知后觉。所以你看，我等到中4的时候，才可能开始想到，哦，不可能再肥下去了，我要开始瘦，还是我开始要努力读书。我很后面才发觉的。这瘦几公斤？三年里头20。那个时候有这样的坚定的意志力，已经可以看得出你要脱胎换骨了，不简单了。而且果然你瘦了之后，真的脱胎换骨。对哦，你瘦了才发现人很现实哦。就是你瘦了，哎，朋友就变多了，女性朋友也过来跟你讲话了，然后开始有女性说，你今天要不要做我的 steady？steady 是以前我每次用来我要跟你交往那样子，啊，就会开始有女孩子，哎呀，我们一起。你自己觉得怎么样啊？你看到那些女孩子开心是很开心，可是又不会可能像我们所谓的好恋这样子。你不会想要有一种大报复这个社会的心态吗？不会啦。啊，为什么你这么平淡的？你心里都没有波涛汹涌这样？哇，胖子大反转，世纪大报仇。干嘛报仇？报什么仇？那你会不会觉得这世界，你刚刚讲的这世界真的是很残忍？外貌协会的，同样一个灵魂，你们只在乎的外表，世界已经变得不一样了。对啊，可是这是你不能改的事情啊。既然这是我的人生，我就尽量把它活到最好，这样。所以你真的把它活得很精致了。你瘦了之后，听说还有星探来找你了，那时候感觉一定不错啦，真的是离演艺圈又靠近一点。对，所以就是那个时候我才开始，哎，对我吸了我小时候想要当演员的梦想，那个才开始回来。然后呢，你怎么样开始慢慢走靠近演艺圈？就从灵演开始，然后其实一直有那种梦想说，哎呀，帮我拍了这个 part time 的戏啊，会不会有制作组会再找我当艺人？哇，一直在想有没有？啊，没有，这样一拍就拍了7、8部。你是在灵演跟模特当中一起并肩着在，包括读书吗？包括读书啊，3样东西一起做。对啊，所以那时候也就是也是因为梦想，然后当然也是为了赚外快，然后当然是读书是一定要的嘛。听说你读书的成绩不尽然理想，不好，这个会对你有点影响，是吧？这影响是一生的，是到现在的，我会觉得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不会，这个等一下我才会跟你讲，真的不重要。所以啊，我们知道哥哥还有借钱给你去拍照。对啊，以前我们 join 这种 modeling agency， 他们一定会要你付一个手续费，还是那个所谓的 portfolio fee， 还是现在com卡哇 ，this the word com 卡，对 ，yes com 卡，一张 A5 的卡里面有大概四张照片，后面有一张大照，这样子，然后有你的那些 bio。所以你那时候你还没有钱开始？没有钱，我在读书，然后我哥讲说当做是你生日礼物，所以我就去 join 了这个 agency， 拍了这些，然后才开始会有这些小小的可能模特儿秀啊，然后最后到了灵演，
所以你正式进入电视台拍的第一部戏是什么？你记得吗？我是从第5频道开始的，我其实我拍过几个啦，可是《Incredible Tales》、Without Warning 这些是我比较有印象的。哦，OK，我最有印象的是在5频道的 Heartland 的 Season 4，那个时候我的角色重了一点，我的哥哥是陈鸿宇，啊哈，我的警察就是翁清海，对不哦对？，还 RZ。那个就有台词了，我们来看一下你对对对当年一些跟正式比较青涩的一些片段。以前唱的也够。这个啊 What are you doing not so late? I'm with my friends. Who are you? OK 啊， His father? 很青涩。 Timmy, go home. Timmy doesn't want to go home. Okay? Stay away from Timmy. OK 啊，就是说还不在演技上，但是外表已经在了。是吗？那头发好难看。在临演的时候，没有被一些比较受伤的对待？可能有一些导演呢会比较脾气会比较暴躁，可能因为时间感，还是可能站位啊、找灯光啊、镜头啊这些都不会，所以都会 NG， 台词可能讲的不好啊，这些的时候都会被骂得很惨，会骂到那种会感觉哎呀，才一天80块、100块，干嘛来这里受罪这样子？因为他真的骂到很凶。啊、然后那个时候我已经算是已经懂了嘛，已经不像以前的胖子这样子会刀枪不入这样，所以现在开始会觉得自尊心被刺到这样子。也因为这样子，可以让你现在的你更能够体会什么叫做从第一开始做起。所以就算我现在是当了艺人，我看到这些灵眼被骂的时候，我也会很 sad。对，这么多年都看得到你就是一个毕恭毕敬、很 friendly 的一个人，因为你看得到很多人看不到的那个阶层。对，这一行不管是不是说你当了灵眼，你就不能当艺人，可是这个真的是看你的，我会讲说你的努力和你的命。对对，还要洁身自爱，你自己不要，虽然是灵眼，可是你有梦想，你要一直前进，去努力往目标去冲刺。所以我才参加才华。Before 才华，我听说你还有去找manager，还被人家洗到乱七八糟。那时候你刚当兵是吧？那在当兵，其实差不多要服完兵役的，所以后面的时间是比较松一点，是可以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我因为时间很赶，就穿着军服去 meet 了这个 artist manager， 坐下来聊天，喝杯咖啡这样子。一坐下来之后，从第一句到最后一句，没有半句是好听的。你的气色很差啊，黑眼圈很深哎，你的体型不错啦，可是这镜头可能看起来比较大只一点。啊，你一讲话，哎，咬字不是很好啊，那个脸的那个痘痘这些要处理一下，牙齿很黄，那时候我以为我可以，哎，有机会这样子，感觉好像完全是死路这样，所以就那时候就算了，才华横溢出新秀是唯一的一个大家的一个管道。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说你要进入新传媒就是参加才华横溢出新秀。嗯哼。所以我记得在07年的时候，你当兵退伍是几年？几岁吗啊、24吧。24，你参加才华25。25。你出来了之后那1-2年，你还没有死心啊？哦，刚好一出来的时候，我就接到新传媒直接联络我，拍一部灵眼，就是五福岛和陈浩伟跟郭菲丽。哦。所以就是从那一部戏呢，我的角色应该是说8频道里面最重的一次。所以我接了那个角色过后呢，浩伟大哥就说。可能他说可能今年会有才华，如果你要，你可以去试试看。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抱着一个可以了，最后一次机会嘛。因为这个才华和出新秀，我其实在07年很想参加，可是那时候还没有当完兵，然后我又不敢，怕失败，所以我一直不敢参加07年的才华。这是你最后的一个一赌了。所以那一年呢，我大概等了大概有9个月的时间。在那个空窗期呢，就在等的时候，因为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我就做了很多零零碎碎的工啊，做什么工 ？flyers，帮人家修 internet， 就这样赚钱了。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说 ，OK， 我只是在卧薪尝胆，在几个月我就可以完成我的梦想，而且是最后一阵了。对。所以汉伟的鼓励之下，你就真的是报考了2010年的才华横溢出新秀。那时候是想说也是孤注一掷，还是真的是？想说只要志在前几名就可以。那时候的目标也很低，那时候我的梦想说 ，OK 啊，只要我可以进 Top 40，我就很开心。
然后就以这样的一个目标慢慢前进，从40强又进到20强，20强的慢慢打到10强。这一路表演，听说你下尽很多苦功。你因为知道彩排的时候有那个跳那个舞，然后你每天下了课之后就一天到晚去 gym， 把自己练了一身的肌肉。你看整身的肌肉，哇哦！哇，这个他不会跳舞的哦，每天硬练苦练，对着镜子练。我们的导演都有看到他所下的苦功。好棒哦！你是不会跳舞，可是我要谢谢制作组啦，因为他知道我不够 flexible， 所以选这样的比较。然后他避短扬长吗？他把你最有的能够对啊，给人家看到的，对啊，就把它 carry 出来。对，因为我完全没有舞蹈底子，说到表演其实也没有，说到主持更没有，所以其实，在才华的整个过程，很多项目我都是属于一个一般，就很一般，我没有一个最强的东西都没有。啊，你看到其他的20强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自己，也不是最帅的？对啊。然后我那一届其实有很多台湾、很多中国，所以他们的华文能力很好，所以这一点我就觉得好像输了他们一大截。然后他们也很多是有表演底子，就是他们是读过可能像明杰，他们在上戏。对，所以我觉得跟他们比起来，好像都差了很多东西。你在比赛的时候会不会是你人生最低潮？因为你很忧郁，第一次拿来跟人家正面比较，而且是最后一搏了。可是其实内心是属于开心的，因为那个毕竟是小时候的梦想，已经可以参加到才华这个比赛。其实那时候是我人生最 happening 的一个时间。所以你就去参加才华了，而且你的表演的顺序得名的顺序排到第4名。嗯，然后才华之后的出来第一部戏是什么？锦回天职，跟谁演？俊雄、邦君、美玲。可以入戏吗？第一部戏不会，我觉得还是有点胆战心惊，就是最怕谁？最怕谁啊？怕导演。我觉得当零演的时候被骂的比较重，当了演员过后还是会有被骂，可是感觉大家有多一点尊重。虽然我签约过后呢，我是的确有拍过一些戏，是气到导演丢剧本，大家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不会演。哇，那个时候又想要哭哎，真的很怕，那不懂会不会传到 manager 那一边这样子还是什么的。对，还有一次我拍了一个年代剧，然后导演就讲说我讲台词太慢吗？然后我就那时候就说啊，那我要讲多快？那我就 demo 是要讲这样快？对。那导演说你哪里来的？才华啊，才华。然后我的戏拍完了哦，通常你拍完戏啊，你拍完了你可以回了。他们没有跟我讲可以回哎，我就在后面等到大家收工了，然后我才知道哦可以回了。这个要教的咩？他们没有 release 你吗？对吧？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哦，应该是得罪导演。你在犯什么错？你知道吗？因为这种东西要教育的啊。我觉得可能就是不够敏感，在回答的时候会给他的感觉我在顶嘴。然后在拍戏的当然你可以入戏吗？就是说比较给你重一点的角色。当然不可以啊，因为我觉得入戏这东西真的，那时候我演技也不到家啦，是说得过去。可是当然演一些情绪比较浓的一些戏，那个时候就会花多一点时间入戏。哭戏哭不出来。对。然后听说你在骤变那部戏的时候，和瑞恩啊，跟瑞恩有压力。播出来的时候，观众觉得哇，这个演到这么烂，很木啊。然后就观众一直在批评，每一集都会受到一些批评，所以那个时候我会感觉说，好像不适合演戏。你也可以上 Millicent 免费随心选听，全听你说加料版。